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4号星期日，周末啊。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训练日，还是跑有氧强度的中长距离。我换身衣服，这边下2天大雨，今天气温不高，但是看应该是挺晒的。对，今天也带了水。今天穿了双好久没穿的鞋啊，这个特步的100X 第一代，这是我的第2双。之前有一双红的，穿了1300公里。他们家这鞋就是尺码跟大多数品牌不是太一样。好久不穿这种鞋，穿上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觉得太平了，不习惯了，就没有那个前后落差。然后这种会有一个小的引发的可能的问题啊，就是你经常不穿这种鞋，猛地一穿跑步，回头可能会小腿疼。第2天，因为小腿会更多的肌肉会更多的伸缩。但是这鞋轻，而且脚感就路感挺真实的，我挺喜欢这双鞋。我刚跑到400公里1个月这1年，总穿这个鞋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那天没说完，因为碰见那老哥了啊，就是心率这事儿我怎么看？到底是看心率还是看心率？是不是？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今天一直在城市的街道上绕，还没去大阪城，已经10多公里了。咱们直接说主题，就是大家看我训练看了2年了，其实我的心率也不是一直都一成不变，有的时候这段时间特别冷、特别热、特别累，它就会高一点，但是我基本上不在意，因为是这样，就是心脏它也是肌肉，它也会累。我先声明啊，我说这不是科学啊，是我跑了这几年的感受。你想，你今天跑完一个长距离，那你明天腿的肌肉累，对吧？你可能还会出去慢跑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累是正常的，同意吧？那你今天工作累了，没休息好，或者是今天做了训练，然后明天跑步心率变高了，你就害怕，或者觉得不行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说，健康的成年人都没事儿，然后有人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是真的健康的，那您说我还说什么？对不对？健康本身它就是相对的呀，你不同的医疗条件、不同的技术背景下，有的时候就是健康的，有时候就是不健康的，对不对？那人总是我们的医疗环境在进步，我就是说，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城市的医疗环境下，您常规的、认真的体检，所有都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说是健康的呀。这种情况下，几乎是不可能把自己跑死的。也有小伙伴说，每年都有跑马拉松出意外的，那肯定的呀，因为不是所有跑马拉松的人都健康啊，对不对？看心率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意义不大，但是我会认真的记心率，就我对心率的准确性还是很有要求的，但是我不看心率，带引号的看。就是因为看心率，我觉得本身意义它就不大，因为你要成绩，
咱们先说啊，是要成绩啊。你要成绩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跑到那么快，同意吧？你说，比方说你胖、矮，或者怎么样，你说人家1步，我得跑2步，那这些其实它都是客观因素。那比赛就是那么长，时间就是那么快。所以我刚开始训练的时候，我就关注配速。我今天能用5分钟的配速跑下5公里，那明天我也能。然后我就想办法变成4分55。在这过程中，还是那句话，心脏也是肌肉啊。你腿的肌肉、核心的肌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跑不了那么快。心脏也一样，它会让你跑不了那么快，不会让你跑那么快，然后心脏不行的。我老说激进不要冒进，所谓什么是冒进呢？就是比方说你发烧了、生病了、受重伤了，还去拼。那这个叫冒进，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有危险。你说你今天特别好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然后出门跑步的时候不简单的拼一拼，那是不是这就不叫说不冒进了，这可能是不激进了。我这期的观点就是在我总说的行与不行之间。大家听到的所有，比方说跑完不要马上停下来啊什么的，这些是说给中高风险人群的。你普通的健康人，那跑完了就想停下来啊，对吧？但是其实你也不会马上就站在那儿就不动了，对吧？你要真跑完了累到就躺在那儿了，你放心，你不会因为躺在那儿造成马上停下来对心脏的大问题的，绝对不会的。你巴不得躺在床上呢，当时那是真累了。我这观点是不是朴素的价值观，对吧？现在呢，我更多看功率，为什么？因为功率是你整个的输出，它比配速多一个考量的点，就是它会考虑你的装备、你的体重、你的身体状态。比方说，我的比赛计划全程250的功率，那我就按照这个去输出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像有的时候，比方说换双沉一点的鞋，或者今天状态不好，或者这段时间胖了，在同样的功率下，配速会有变化。它这样就能指导你每场比赛的目标都是250的功率，但是预测完成的成绩不一样，而且还能参考上下坡。上下坡的时候配速变化会非常大，但是功率是不怎么变的。所以用功率指导训练的强度和比赛的预测，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配速又变成了第2位的考量点，就我今天会看我平均功率是多少，平均配速是多少。这时候一分析，比方说我上周假设我200的功率跑4分50的配速，今天发现4分50的配速只要195的功率，或者说明天我发现功率冲不上去，这些都是信号和训练的状态的反应。而配速呢，其实你让我每天都按430跑，我是能做到的，最多就是今天困难点，明天轻松点，它不能量化，只能靠体感。而心率这东西，其实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，我的心率波动不大的，
就不管我是累了还是没睡好，甚至是前天晚上喝了一杯，我心率基本上在正常训练的时候没有什么起伏，比赛也差不多。当然，这也可能跟跑的年头长有关系。所以大家伙就是我的观点是，跑步是个很自然的运动，就顺其自然，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，时不时的拼一拼，就是一个最好的训练状态。看太多容易太保守，什么都不看容易太冒进，是吧？行，差不多跟大家闲聊这么多。今天开始热起来了，晒起来了。从这儿绕一圈去公园，绕一圈就回家。今天穿的带兜的短裤，手里什么都不拿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回头再跟大家聊数据的事儿。不过说这么多，还是希望大家把数据都记录准确，这些都是你的财富，是不是？跑过的路不一定算数，跑过的数据肯定算数，对不对？行，加油干啊！6月4号星期日清晨7点05训练结束啊，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34，平均配速4分29，心率149，功率226，还可以哈。今天穿的这双鞋，这种它前后掌的落差跟现在的这些旗舰的竞速鞋比是很小的。这双鞋穿上什么感觉呢？就有点像以前那种薄底鞋，不管是早期的阿迪达斯的阿迪 Zero， 或者是波士顿，或者是 Asics 的虎走那种，就这种鞋加了碳板的感觉，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有种踏的感觉，轻，主要是轻。但是这双鞋呢，不太适合新手或者是能力不够强的小伙伴们。这双鞋，而且现在也买不着了，不建议大家买了啊，这都就很老的产品了。现在买最新一代的，看看今天步频多少，199，触地时间是186毫秒，垂直振幅6厘米，还可以。这鞋为什么说不适合初跑者或者能力不强的小伙伴呢？这双鞋就整个后跟这一块，还有对脚踝这一块的支撑是很不稳定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对踝关节和小腿的力量有比较高的要求，适合竞速，适合前脚掌或者是全脚掌着地的小伙伴。这双鞋是跑了有300多400公里，这是我的第2双，把这双穿坏我也就不买这个系列了，也买不着了，回头试试特步的新的系列。然后今天跟大家伙分享心率，你们看像今天这个强度，我平均心率是149，那也就这样了。就是这心率的变化是以年甚至是以2年为周期来记的，不是说你今天训练明天就不一样的。就是大家为什么我说认真记录，但是选择性的忽略呢？就是你认真记录完了以后，你长时间的有一个对比，就仅此而已。因为你看它高你也没辙，你看它低你还没辙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说就是这观点吧。行，那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天气热了，跑步注意补水，注意安全，好吗？那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